灭世神火心中一惊，你这该死的魔物也很强啊！我已经将所有的火神本源释放而出，竟然也只能做到抗衡的程度。对方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自己就算底牌进出，怕也无法阻止不了他多久。难道今日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真的要被破了吗？一股绝望之声在灭世神火的心中响起。他堂堂大咒中排名第3的神火，竟然还有着这能绝望的时候。哈哈哈！要怪即怪你自己做了此封印神法大阵的真言，不然你我之间还是相当不错对手。只可惜现在本座有任务在身，不然还能够与你继续热身。击败你之后，你的火神本源将会带回灭神府之中。而敢一听到还要将自己的火神本源带回灭神府，灭世神火的怒气便是彻底的爆发开来。感受到灭世神火此时愤怒气息后，三灵拳魔也没有一丝变化，依旧还是平静地望着对方，仿佛在等待着对方施展大招。果不其然，已经恼怒起来的灭世神火再度施展出自己的独门神技灭世9日。不过现在的灭世神火只能施展出灭世5日，但是刚刚这一招已经被对方击败，所以灭世神火也只能准备付出惨重的代价，以此达到更好的效果。火焰炙烤大大的声音响起，紧接着空间温度都是有着巨变，简直堪比一个真正的大火炉一样，只要有人待在其中，就会被这股炙热的焚烧力量所吞噬殆尽。魔物，虽然我不能施展出全部的力量，可是我现在所施展的乃是灭世6日，每一日之差乃是天壤之别，所以不管我能不能够击败你，这便是我最后的希望。灭世神火表情凝重地望着三灵拳魔一眼后，便是准备开始动用自己最强的招式了。灭世6日，一股可怕的神火能量波动也是自灭世神火本体疯狂地涌出，而且他体内的气息比起之前更加的强大了很多。灭世神火的身躯在众神指强者的惊骇目光之下，竟是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这片天地间的温度急速上升，只见得在众神指强者的上空处出现了6轮耀眼的紫色太阳，散发出能够轻易吞噬毁灭一切万物的炙热气息。如果一不小心被那6轮紫色太阳灼伤，怕是就会没有回旋的余地，不管怎么逃都逃不过灭世6日的攻击。很快，那6轮大日变得庞大起来，一股火焰热流开始朝着四面八方滚滚涌去，不管是空间还是空气，都无法逃脱6轮大日的吞噬，而且比起之前的5轮大日还要强大很多很多。没想到增加1轮大日后，就有着如此可怕的威能，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灭世神火的独门神技果然非常的神秘强大，况且现在这还不是全部的实力，如果真的将灭世9日彻底施展出来的话，他们都不敢想象那是多么可怕的神火神技了。这样恐怖的一幕，众神指强者自然也是看在了眼里，他们目光中满是惊骇之色。当然，随着6轮大日的施展，那一直没有动作的三灵拳魔终于是有了一点动静，他的脸上也没有了之前那道自信从容。毕竟这灭世6日之威，就算他是7重天位神的实力，也不会轻视他的力量。灭世，既然如此，那么本座就施展第2魔技，看看究竟是你的灭世6日厉害，还是我的全魔风灵刃更胜一筹。话音一落，三灵拳魔的眉心处竟然长出了一道黑色诡异印记，而在这印记之上，有着黑色液体流了出来，遮掩了2只那猩红的眼睛。随着黑色血液流进那猩红的眼睛时，一道可以用肉眼看得见的一团黑雾飘荡而起，最终在他的身后凝聚出万丈高大的魔影。那是什么东西？诸多神指强者望着那巨大的魔影时，其面色极其的骇然，个个惊呼出声。魔影的周身毫无保留地释放出能够让在场神指强者都感到绝望般的力量，仿甚至不敢去想象魔影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就算是5大神格的数位第1天交身躯都有何退缩之意，他们可都是5重天位神的超级神智，现在居然惧怕一座万丈高大的魔影，看样子这魔影非同寻常啊！旋即，那5灵拳魔的身躯直接是化为黑雾，涌入那万丈之大的魔影之中。全魔风灵刃。旋即他的一声低沉下，那万丈之大的魔影竟是浮现出了2只暗红色的巨大眼眸，暗红色的巨眸中更是有着可怕的隐晦气息缓缓地散发出来。不少神指强者在看到这暗红色的巨眸时，他们体内的神魂像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引动一般，想要强行的破体而出。这突变的画面也是让那些的众神指强者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被对方的攻势所影响。我的神魂是怎么一回事？不少神之强者开始手忙脚乱起来，急忙的催动神力压制住体内的神魂。吞伯伯，我们先用神力先暂时压住神魂的暴动。小龙也感受到体内的神魂躁动后，也是第一时间对着雨涵和吞吞说道。很快，暗红色的巨大眼眸中爆射出了一道充满无尽魔气，可以轻松侵蚀对方体内的一道飓风，疯狂的旋转而去。在旋转的过程中，那漩涡内有着凝聚出可以吞噬消灭任何事物以及神指强者散发出无尽魔气的全魔风灵刃，速度极快，就在眨眼间就与6轮灭日的攻势狠狠撞击在了一起。一道耀眼的光芒爆发开去，使得不少神指强者闭上了的眼前，也不知道那处空间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还没等众神指强者什么反应，直接双方对抗下所产生可以毁灭一方世界的能量冲击波，犹如可怕的灭日之能，只要被击中的话，就没有任何的生存下来的希望。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高泉、雷厉风和玉冰焰三位第一天骄急忙催动出神力，最后化为防御罩的姿态，任由这些产生的冲击波非常的强大，都是无法穿透他们的防御罩。只是这样的对抗，也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虚空上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之声，顿时间将大地都给翻了过来。虽然诸多神指强者利用防御罩阻止了一下对方的可怕力量，可是下一刻，那全魔风凌刃的飓风中便是爆发出无数道黑色的锋刃，远远看去简直就是一场大雨倾泻而下一般，轰击在了他们的防御罩上。可是对方的力量实在太过恐怖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实力去抗衡。不少超神势力的强者纷纷被打破防御罩，那些黑色锋刃直接刺穿他们的神体，就连神魂都直接被重创，不少身影直接倒飞出去，最后重重地摔在了大地之上，瞬间就多了数道深坑。剩下来的还有着实力稍强的强者还在疯狂地对抗着，但怕是也持续不了多久了。可怕的力量在天空中弥漫着，灭世六日的力量也是达到了极致，炙热的毁灭高温不断地吞噬着对方的第二魔技之力。可是第二魔技的力量也非比寻常，其中的魔之力量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飓风席卷间，竟是凝聚出了6道巨大的锋刃，每一道锋刃上都是透露出无与伦比的可怕气息。去吧，击碎这6轮大日！一道低沉之声响起后，那6道巨大的锋刃散发出不比灭世弱的魔气，冲上天际，最后与那6轮大日撞击在了一起，锋刃直接融入其中。那6道大日也是瞬间暴动起来，将所有的毁灭火神本源，将那锋刃完完全全的笼罩其中。最后，整个空间都是扭曲了起来。那处空间待着下一刻，也是发生了惊天巨浪，使得天空都是忽明忽暗，两股力量也是彻底的达到了极致。可怕的冲击波顿时将下方神指强者横扫而去，不管是谁都逃不过这一道可怕的力量。不好！就算已经有强者反应过来想要逃，可是那冲击波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想要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一道接着一道的身影狼狈的倒飞了出去，虽然有着防御罩抵御了部分力量，可是依旧是身受重伤。包括小龙雨涵以及吞吞都无法抵御现在这次的冲击波，3道身影直接倒飞了出去。不过他们在快要落地之时，运转所剩余的气运之力稳住了自己将会摔在地上身躯，最后半跪在地上，表情无比的凝重。就连高泉、雷厉风、玉冰焰3人也是被这股力量所击中，身影飞出了数百米后，同样是依靠着自身的强大力量稳住身形。他们也不敢相信对方的实力竟然拿如此强大，在对付灭世神火的同时，竟还能将我们这些神职给压制，甚至重创。这就是7重天位神的真正力量吗？不愧是接近高阶天位神的领域，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对抗的强大存在。在他们震撼间，虚空上随着能量光芒的消散，那位灭世神火本体男子的身影倒退了很远距离后才停止下来，嘴角也是有着血迹缓缓流出。看来刚刚在与3灵全魔的对抗下，灭世神火竟是受了一丝伤势，而3灵全魔的身躯竟是毫无波澜，依旧挺拔着伟岸的魔影立于虚空之上，看着已经不敌自己的灭世一眼后，沉声道：哈哈哈，灭世你的实力可大不如从前啊！你不要得意，要不是封印神法大阵的原因，我可不会弱于你，击败你也是绰绰有余的。一句不服输的口吻也是从灭世嘴中立刻传出。哈哈哈，你说的不错，如果你没有作为神法大阵的阵眼，你的确很强，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没什么用了。但是既然你想要恢复全盛时期的力量，本座可以帮你。见到3灵全魔这般说，灭世神火那双紫色莲花的眼瞳迸发出一道火芒，脸色一变：滚！我不需要，想要破了阵眼，你还没有那资格。灭世神火一声怒喝，然后身上的火神本源力量也是再度提升了一丝。这一幕也是让的3灵全魔微微一愣，疑惑道：还能提升自身的力量？与此同时，3灵全魔也是感受到这道封印神法大阵中阵眼的封印竟然是有着减弱下来，然后露出一道森然笑意，道：原来如此，继续突破吧，突破你的极限，将所有的力量爆发出来。3灵全魔所感应到的灭世神火自然也是有所感应，看来如果自己再强行突破的话，必定会破了阵眼的封印之力，到时候就会被对方趁虚而入。真是该死，这下可糟糕了，难道今日的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真的要被这魔物给破坏了？虽然非常的不甘心，可是在对方强大的实力面前，就算是灭世神火也是于事无补，因为自己不管是强行提升实力，还是对方想要击败自己，最后的结局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阵眼都将会被破坏。3灵全魔看见灭世神火一脸沉重的样子，心中也是猜到对方心中所想，那嘴角的阴森笑意更加的明显起来。哈哈，灭世，怕是你已经黔驴技穷了吧？既然如此，那么今日我便破了你这阵眼，顺便将你的火神本源带回灭神府，交给那位大人，说不定我还有不错的奖励和提拔。想到这里后，3灵全魔也不再废话，直接再度对着灭世神火师展出可怕的魔之力量，恐怖的能量瞬间凝聚出魔爪，对着灭世神火的方位轰然攻去。魔爪洞穿虚空，其上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可以直接击杀一名6重天位神的超级神之，就算是半步7重天位神的超级神，只怕是都得重伤。所以这一招下去，
灭世神火的本体必定会被重创，到时候真正的灭世神火本源也就会浮现出来。不过灭世神火同样是咬紧牙关，就算自己今日会败给三灵拳魔，也要拼尽一切与你拼了！灭世神火在这最后的交手中，彻底的释放出自己的全部能量，一道巨大的紫色火莲形成，最后狠狠的与那魔爪轰在了一起。天地间布满了空间的裂纹，可怕的风暴也是在这一刻席卷开去。所有的神之强者也是目瞪口呆，带着震惊之色，望着天空如此激烈的画面。虽然紫色火莲的威力很强大，那所爆炸开来的毁灭力量却是能够吞噬一切。可是由于自身的实力被神法大阵之力所压制部分，同样也无法施展全部的力量。很快，那魔爪直接抵抗住了紫色火莲的毁灭攻击，但是也失去了3根巨指。不过就算已经残废，凭借着2指头的力量，也同样能够彻底的将灭世神火本体击败。见到自己的全力所凝聚的紫色火莲被瓦解，灭世神火的那双紫色莲花眼瞳急速的紧缩起来，而那巨大的魔爪同样是出现在了灭世神火的跟前。在那绝望的目光下，灭世神火还想要反击，可是完全已经不是三灵拳魔的对手。所有在场的神指强者都知晓，灭世神火必定无法接下这一招。如果选择硬接的话，那么灭世神火的本体就会消散，只留下火神本源。不好，灭世神火有危险！远处小龙着急地看着天空中，灭世神火即将会那魔爪击中，心中也是无比的担心。可是担心又有什么用？自己如今身负重伤，根本不是三灵拳魔的对手，而且也帮不上什么忙。对于高泉、雷厉风、玉冰燕等3位第一天骄，也是力不从心，因为他们都知道，就算自己上去帮忙了，那么结局依然不会改变。这三灵拳魔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根本不是他们目前能够抗衡的存在。就在众神指强者以为灭世神火要被那魔爪击中身躯时，突然间整个天地有着炫白色以及混色的火海弥漫而来，最后直接将灭世神火包裹而下，然后消失在火海之中。但是火海所形成的火浪直接拍打在了那魔爪之上，但是就算火浪非常的可怕，在接触魔爪的瞬间同样是被打散了开来。哼，哪里来的蝼蚁，竟然想在本座眼皮底下救人，真是不自量力。三灵拳魔眼神一沉，在轻松击垮了刚刚出现的火海之中，那魔爪直接对着远处的那道虚空上抓去，那速度和威力直接令得所有神指强者都是无比的惊骇。然后就在三灵拳魔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时，那出虚空中竟然有着奇特的金色力量迸发而出，直接对着那魔爪直至而去。在下一刻，那道金色奇特的力量可并没有被魔爪轻松瓦解，而是双方的力量变成了可以对抗的程度。在持续了片刻之后，那遥远天际的虚空中，一道金光和一道魔光随着一声巨响，也是彻底的爆炸开来。这一幕不仅是让的在场所有的神指强者感到无比的吃惊和不可思议，就连那三灵拳魔在此刻，他的面色突然一变，刚刚那股金色的奇特力量竟是让他带着一丝惧意。刚刚那股力量是焚神的力量，这怎么可能？究竟是谁在那里？为何不出来见一见？三灵拳魔震怒间，其目光也是投降那处遥远的虚空上，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魔爪竟然被对方的奇特力量对抗住了，并且对方的那道力量竟是如此的熟悉和可怕。就在三灵拳魔想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时，那处虚空上竟是有着数道身影浮现而出，那为首的有4位，2男2女。没错，他们就是之前从这里赶来的武神阁之人，藏青青、方太、吴雪，以及此时面色看不出一丝波澜的萧炎。在这最后的关头，他们终于是赶到这里了，当即救下了灭世神火，不然的话，刚刚那一道魔爪确实能够将灭世神火本体彻底的打散。武神阁之人，我倒是谁呢？虽然是最强5大超神势力之一，可是来的不是你们的武神之主，本座可不会给你们面子哦。看清楚对方的来者之后，三灵拳魔倒是嘲讽了一下。虽然藏青青的实力乃是5重天位神，但是在三灵拳魔的眼里，就是可以随手击杀的一名蝼蚁罢了。不过三灵拳魔扫荡过武神阁的所有人员身躯，最后的目光落在了瘦削的黑袍男子身上，却是令他的瞳孔微微一缩。刚刚施展焚神力量的就是这个家伙吗？感受着此刻萧炎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金色力量，以及他的那一双金眸，却是令得三灵拳魔有一种熟悉的既视感。那双金眸，看来这人类小子的身上有着一些秘密。刚刚竟然从本座的手底下救走灭世，那么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随着一道爆喝声响起，三灵拳魔的体内爆发出恐怖的魔气，被彻底凝聚出的魔气，就连4域天神君见到了都有些心惊胆跳。那家伙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本神君就算全力对战，怕也不是其对手了。不愧是9大拳魔排名第3的存在，这一下就算对方来了很多救兵，最后灭世神火的本源依旧会落入他的手中。虽然最后自己不能获得神火本源，可是只要能够给这些所谓的家伙击杀，也是心里舒服一些。修为只是3重天位神而已，虽然那有着焚神力量，顶多实力也只能提升到4重天位神。这点实力能够在刚刚本座不注意的无情况下出手救下灭世那东西，本座还真对你感到兴趣。
三灵拳魔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魔气肆虐，直接对着萧炎轰去。小兄弟危险，我来吧。刚刚被萧炎救下的灭世神火发出一道急促的声音，因为三灵拳魔的力量可不是萧炎目前的实力能够抗衡的。灭世神火的本体直接化为一道紫色火焰，对着扑面而来的魔气轰击而去。紫色的火焰在触碰到魔气的一瞬间，也是变化成火海，与这些魔气疯狂地对抗在了一起。不过，现在的灭世神火可不是对方的对手，就算有着强大的火神本源，依旧不是对方七重天位神的力量。不好，他现在可定不是对方的对手。萧炎在心里这般想着的时候，直接将焚神之力爆发到极致，身上那四重天位神巅峰的气息也是对着四周弥漫而开。萧炎的身躯挡在了灭世神火的身前，体内的焚神之力被释放到极致，金色的能量急速弥漫，形成一道可怕的攻势，对着那铺天盖地而来的可怕魔气正面迎上。彼此的力量在那碰撞的瞬间，竟是让的时间都停止了1秒，但又很快恢复了正常。虽然萧炎的焚神之力有着可以压制魔气的效果，但是由于这一次的魔气可比起之前拳魔所施展的更加可怕，就算是有焚神之力，他也是有些不敌。毕竟萧炎如今也只能施展出焚神2火的实力，自然还有更强大的焚神之力没有被激活。然而下一刻，部分的魔气直接蔓延至萧炎的身体之上，一股可以毁灭一切的可怕魔气直接进入到了萧炎的体内。瞬间，体内的神力变得无比的躁动起来。当这魔气进入体内的那一刻，不仅要同化萧炎的神力，还要吞噬萧炎的五脏六腑。如此可怕的力量，萧炎也是感到非常的心惊。虽然嘛，萧炎也同样运转起体内的焚神之力，与这魔气相抗衡。不过魔气的可怕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萧炎的意料之外，就算在焚神2火的形态下，施展焚神之力，竟然都也难以抵挡住这些魔气在体内的疯狂肆虐。再这样下去，萧炎恐怕将会被这无尽的魔气给彻底的同化，到时候就会成为一具魔物了。有点意思，竟然还能抵挡住本座的魔气如此之久。不过非常可惜，你的焚神之力还是太弱了。将你击杀后，我倒要看一看你身体内究竟隐藏着什么特别的东西。还有你的2道神火，本座也都会将其收服。给本座绝望吧！随着三灵拳魔的咆哮声响起，他的猩红色眼眸闪烁了一下，所散发出来的魔气更是强悍了一分。瞬间，那黑色光束暴涨而起，直接将萧炎的身躯给洞穿出了一个空洞。在众神指强者的震惊目光下，无尽魔气直接将萧炎的整个身躯搅拌得天翻地覆，一股死亡之气散发了出来。萧炎弟弟，吴雪见状，直接面色一变，将体内的神力爆发到极致，然后身影闪现，下一刻就出现在了萧炎的身旁，然后对着三灵拳魔的方位凝聚出一道由无数雪花融合而出的巨刃，直接狠狠刺去。这一道晶莹剔透的雪花巨刃的力量也不同寻常，要是同境界的对手根本无法接住吴雪这道凶猛攻势。虚空上再度有着能量对碰声响了起来，那魔气直接形成了一道极其可怕的魔之风暴，疯狂地朝着四周席卷开来。魔之风暴中的可怕力量不断地散发出来，吴雪所在的空间都被席卷得扭曲崩塌。那等狂暴的魔之风暴简直恐怖至极，被击中后的任何事物都怕是凶多吉少。吴雪见状，那极美的容颜上却是被一道凝重之色所代替，因为他已经感受到自己已经身在危险之中，想要逃离也是不太可能。就在这些魔之风暴即将击中吴雪身躯时，唐青青也是直接出手，施展出自己最强大的底牌大神技，轰击在了这些魔之风暴上。随着一道巨大的破风声响起，那些魔之风暴也是逐渐的被抵挡而下。不过也仅仅只是抵挡住片刻的时间，很快唐青青的强大攻势都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甚至直接让他们几人都陷入了危险之中。虽然唐青青的实力是5重天位神，但是在一名7重天位神面前，简直就是不堪一击的蝼蚁罢了。这片空间在这些魔之风暴的肆虐下，直接被摧毁成了一片惨不忍睹的惨状。在这些魔之风暴中，还有着极度可怕的分解能力，那股能力可以将万物都能够分解。所以萧炎如今的身躯被洞穿了一个空洞，已经身负重伤。吴雪和藏青青也陷入危机，这下看来已经没有谁能够可以与之三灵拳魔抗衡了。你们3人都去死吧！特别是那位拥有2道神火的人类小子。远处的三灵拳魔挥动手臂，一股魔气再度对着他们几人急速飞来。这次的魔气比起之前的更加恐怖几分，只要被击中，怕是就会当场陨落。下方小陇蕴含和吞吞3人见到萧炎陷入危机，再一次动用最后所剩的力量，想要拖延一下时间，因为刚刚他们已经将这里的情况用秘法传送给了小陇的娘亲。吞伯伯，我需要你们的力量，借助我一臂之力，我用升龙气运掌拖住三灵拳魔片刻。他们2人点点头，直接把手搭在了小陇的双肩之上，一股强大的力量不断的涌入小陇的体内。接收到雨涵和吞吞2人的力量后，小陇也不再拖沓，直接运转自身的气运之力，凝聚出一道巨大的气运掌，对准那魔气直接拍了出去。气运掌的力量直接影响到了空间，在扭曲的同时，还在不断的吸收着这片空间中所剩的气运本源，使得那气运掌上的气运之力变得更加强大无比。哼，不自量力，竟然还有一些蝼蚁想要偷袭本座，
真是会开最大的玩笑。三灵拳魔完全不把小龙的气运掌放在眼里，一道冷哼声响起后，直接运转魔之力量，对着小龙他们一掌狠力拍下，一掌之威竟是直接将气运掌给抵御了下来，甚至那气运掌开始不停的颤抖，很快便是溃败了下来，气运之力消散。那魔之巨掌却是对着小龙与韩吞吞三人拍去，他们的身躯被魔之威压所笼罩，沉重之感一下子就附在了他们的身上，无法动弹。该死，我们的力量与那魔物相差太大了，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小龙双眼瞪大，眼中也是充满着血丝，雨涵更是心里祈祷着自己的那位姨娘快点到来，不然再晚一步，他们可就真的死在这里了。刚刚那气运之力也是让此刻重伤的萧炎想起了之前在上古圣地所遇到了那两位俊美男子和惊艳女子，小龙和雨涵，还有其中一道熟悉的力量，应该是祖涛前辈吞吞的气息，这与之前进入无量神渊时所感受到的那3道熟悉气息极其的相似，这下看来真的是他们3人了。